在杂印中，葛洪对辟谷的讨论并非单纯的宗教仪式，而是一场关于人体能效的深度实验。葛洪开篇即明确指出，辟谷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长生，它更多是一种节省口粮、减少病痛的生存良策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物阅览，带你透过古人的眼睛看清今天的世界。我们一起深度拆解古为今用的智慧。在鲍婆子的众多篇章中，杂印篇显得尤为特殊。如果说金丹篇是讲核心技术，那么杂印就是一本修行百科杂谈。在这里，葛洪不仅回答了关于长生的种种疑问，还记录了大量关于辟谷、防病、辟邪、隐身甚至飞车等的传闻和方术。葛洪鲍朴子本人并不是一个只会空谈的理论家，他是一个极其务实的实验派。在那个没有显微镜、没有现代化学实验室的东晋时代，他试图通过文字记录下所有能让人类突破生理极限的方法。这些方法虽然混杂着道家的符咒和仪式，但在核心逻辑上却充满了古人对生命科学的原始探索。这不仅是养生，更是一场关于人类如何更好地活下去的生存实验。断骨的祛魅，它不是成仙药，是救命粮。在很多人的想象中，道士辟谷是为了飞升，但葛洪在杂印一开篇就泼了一盆冷水。断骨并不能直接让你长生不老。面对询问，葛洪非常直白地回答：断骨最大的好处是息徭粮之费，也就是省钱省粮食。在那个动荡不安、灾荒频繁的年代，这首先是一种极其高效的极端环境生存策略。通过对长期断骨者的观察，葛洪发现这些人虽然不吃五谷，但病痛反而减少了，身体变得更轻便。这符合长中长轻的古代养生逻辑，但在葛洪看来，断骨只是一种辅助手段。如果你想服用更高级的金丹大药，先断骨100天，能起到清理肠胃排毒的作用，让药效更好。如果做不到，直接吃药也行，只是成仙的速度慢一点而已。这种观点体现了葛洪务实而不盲从的科学态度。断骨的实验室手册，从草药到石头。葛洪记录了近100种断骨法，我们可以将其细化为以下几个实验室等级。能量补充型服药断骨，这是最主流的方法，利用高能量或具有特殊生理调节功能的药物代替主食。温和补益类，比如茯蓿与黄精，配合羽鱼粮丸，每天吃2次。只要坚持3天，人就会感到气力澎沛，甚至能背着重物走远路。这在现代看来，类似于一种高浓度的营养压缩包。长效储能类，有些强效的食药，吞服几十粒就能管40到50天不饿，甚至有些药效能维持数年之久。神奇的食物保全法。葛洪记录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方法：先吃一顿超级大餐，然后吃一种特殊的药，让食物在肚子里不消化、不腐烂，这样可以3年不饿。想再次吃饭时，服用葵子猪膏，把这些储存的食物排泄出来，它们竟然还是原来的样子。虽然这听起来带有神话色彩，但它反映了古人对延缓代谢的极致想象。矿物质模拟型食石法。如果连草药都没有了，山里的石头能不能吃？葛洪给出了肯定的回答，但需要化学处理。软化实验：赤龙血、青龙膏，利用丹砂和增清水，可以将坚硬的石头泡软，变得像芋头一样可以食用。烹饪处理：饮食散，将一种名为饮食散的药剂投入1斗白石子中加水煮，石头会立刻变得熟软。章太元全家在林绿山隐居10年，就是靠吃石头维持生命，且个个强壮肥健。这或许是古人发现某些含有微量元素的矿石，在特定条件下能提供人体所需能量的原始记录。精神与气息调节型符水与符气。当物质匮乏到极点时，人类只能向大气要能量。
浮水急救，在饥荒年岁来不及采药煮食，浮水是最高级的生存手段。虽然喝浮水的前40天人会变瘦，但熬过去后，身体会变得更加健壮。时空吸能法，按照12时辰吸气，或者根据季节吸食5方星辰的气息，如春天吸岁星清气入肝。这种方法试图将人体的生物节律与宇宙磁场同步，达到食气者神明不死的境界。3. 实证研究辟谷者的真实状态。葛洪并不是道听途说，他亲眼见过许多辟谷2、3年的人。他的结论很客观，这些人身轻色好，抗性极强，能抵御严寒酷暑。唯一的缺点是大都无肥者，大家都比较瘦。他也提到了一些有趣的副作用，比如辟谷能增加耐毒性，原本酒量一般的人，辟谷2年后喝几斗美酒都不会醉。为了解决山里没有酒喝的问题，葛洪甚至记录了速成酿酒法，用特定的药丸投入水中，立刻就能化水为美酒。4. 葛洪的冷思考，批判流量明星式的虚假修行。在这一章节的最后，葛洪展现了他犀利的一面。他批判那些为了博取名声的浅薄道士，这些人表面上宣称不吃饭，实际上背后疯狂喝酒、吃干肉、枣粒、鸡蛋，甚至吃大肉时只验汁不验渣，一天吃进去几十斤东西。葛洪认为，这纯粹是换了一种方式吃大餐，是对修行本质的背离。他通过道士石春的案例再次强调，石春在吴景帝的监视下1年多只喝水，依然面色红润，气力不减。但这只能证明辟谷能维持生命，并不能让人长寿。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贯穿了整个杂应篇。在解决了吃饭这个基本生存问题后，葛洪在杂应中将目光投向了外部环境。近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，修行者不仅要面对深山的严寒酷暑，还要面对战乱频仍的社会。这一章，葛洪记录了一系列超越常人的身体调节术和防卫方术。第一，不寒之道，人体内的恒温调节器。在没有暖气和羽绒服的古代，如何在冰天雪地中生存？葛洪记录了几种让身体产热的应和方法。能量行气法，在立冬的日子，通过服用6丙6丁符或者闭口运行无火之气，多达1200遍。这在现代看来，类似于一种通过高度集中的呼吸控制来加速血液循环、产生热能的生物反馈训练，据说能让人整个冬天都不觉寒冷。化学产热法，雄丸、雌丸，这是一种具有炼丹术色彩的方法。雄丸使用雄黄、丹砂、石胆，雌丸使用雌黄、增清、矾氏、磁石。先吞1丸雄丸，再补2丸雌丸，据说能保1天1夜不冷。尽管这些矿物成分在现在看来具有毒性，但在古人的逻辑里，它们蕴含着极强的阳气。不过，葛洪保持了一贯的清醒，他直言不讳地指出，这些方法虽然御寒，但对延年益寿其实没啥大用，只是应急的生存技巧。2. 不热之道，寻找古代的清凉剂。面对酷暑，葛洪记录的方法则显得更加神秘且难以复制。行气与符咒，立夏日服用6人6鬼之符，或运行6鬼之气。在5行中，人鬼属水，这显然是想通过心理暗示和行气引导来达到心静自然凉的境界。罕见的药剂玄冰丸与飞霜散，这些药方的原材料极其刁钻，需要用到萧丘上的木皮，甚至是5月5日正午向北爬行的黑蛇血。因为材料难寻，所以极少有人能配成。实证案例，葛洪提到了王仲都，此人能在炎夏盛暑之时，穿着厚重的皮袄，坐在10个火炉中间，却不喊热，不出汗。这展现了古人对身体调节能力的极致追求。3. 辟5兵之道，冷兵器时代的防御系统。
在战乱年代，如何躲避刀枪剑戟武兵是每个人的刚需。葛洪记录的方法，从心理建设到文字咒语，无所不包。文字与符号的力量。吴大帝孙权曾从介先生那里学到一个秘方，在身上书写北斗及日月字样，便能不畏白刃。孙权甚至在亲兵身上做过实验，让他们陷阵冲锋，据说真的终身不伤。兵器点名法，郑军传授了一套更有趣的方法，给兵器起名字，刀叫大防，弓叫曲掌，矢叫彷徨，箭叫失伤，弩叫远望，戟叫大将。临战时默念这些名字，并对应天上的星宿。这种方法在现代心理学看来，能极大缓解士兵的恐惧感，提高战场生存率。化学与生物辅助，比如佩戴西王母冰信符，或者引火丸，或者在月食时刻取3岁单于喉下的血，要有特定的8字纹路，涂抹刀剑。葛洪总结说，这些避祸的方法在当时并非孤立，世间确实有很多人掌握了这些特种生存技能。如果正面防不住，那就消失。葛洪在这一部分记录了极具魔幻色彩的隐身术和脱困术。隐身术，引轮之道。葛洪认为隐身术坐在立亡，虽然神奇，但同样对寿命无益，且容易引起世人的怪异议论，所以不建议平时乱用。但在兵乱危急时，这就是救命稻草。方位与道具的利用，服用的大隐符后，左转即隐，右回即现，或者利用特定的植物，李母之草、青龙之草，甚至手握天书之壤、特定的泥土，移形易貌。这不仅是隐身，更是伪装。通过符咒和药物，修行者可以幻化成小儿、老翁、鸟兽，甚至是草木、石头。这在现代特种作战中被称为拟态伪装，即依附于环境，让敌人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。自然解脱法，枷锁自落的秘密。有人问起当年魏武帝曹操抓捕左慈、左元放时，左慈为何能带着枷锁自行解脱？葛洪虽然不敢断定左慈的具体手法，但他搜集了大量的逃生配方、神秘配方，比如每月服3次一乙子，或者使用特定的虫子东行跳脱虫、夏至日的霹雳鞋、雷劈木，甚至是天文21字符。只要将这些东西涂抹在枷锁上，束缚就会自行解开。高境界的自保，葛洪认为像左慈那样的高手已经掌握了6甲变化，其真形根本无法被凡人的枷锁困住。葛洪对那种只会谈仙论道却治不好小病的庸才嗤之以鼻。他认为，一个合格的修行者，首先必须是一个好医生。对当时医疗乱象的犀利吐槽，葛洪对当时的医书和医生提出了3点严厉批评：药费太贵，品种太杂，很多药方动不动就要几10种贵重药材，普通家贫根本备不齐，等药买回来，病人都死了。针灸门槛太高，穴位名称繁多，没有长期训练的人找不准位置，反而容易扎出事儿。医生不靠谱，很多医生是世袭制，名有无实，眼里只有财力。葛洪的解决方案御寒方。为了让修行者和普通人能自救，葛洪亲自编撰了100卷的御寒方，其核心理念非常互联网化，分类清晰，按病名排好，方便检索，不乱套。单方净意，主张用简单直接的方子，就地取材，强调离末之间顾面皆药。你在田间地头随手采的草药，只要用对了，就能治大病。自救为先，家里备有这部方书，遇到暴族疾病就能立刻处理，不用等那个可能永远也请不来的医生。葛洪这种去专业化、普及化的医疗思想，在那个知识被垄断的年代，显得极其伟大且有人文关怀。在解决了生存与防御问题后，葛洪在杂印中将修行引向了更细腻的身体管理。他认为，修行者不应只是躲避灾祸，更要主动优化自己的生理机能。牙齿与感官的深度维护，
葛洪非常重视牙齿和感官的健康，他记录了一套结合了物理按摩与药物调理的方案。坚齿之道，固齿技术，物理锻炼。他推崇叩齿法，即每天清晨起床后，上下牙齿轻轻叩击300次，这能让牙齿永不摇动。理液滋养，利用滑池及口中的唾液浸泡并滋养牙齿。药物补救，对于已经松动或有蛀牙的情况，他记录了含服地黄煎、悬胆汤以及使用蛇汁丸等方法，甚至有一种名为灵飞散的神方，号称能让脱落的牙齿重新长出来。这反映了古人对身体再生能力的极高期待。聪耳明目，视听强化，导引术，动物流健身。为了保持听力，他记录了名为龙导、虎引、雄鲸、龟雁、燕飞等一系列模仿动物形态的导引动作，这些动作旨在疏通耳部经络，防止衰退。视觉黑科技，葛洪提到了一种能让人在夜晚读书的方法，即使用丙丁动视符和药物洗眼。此外，服用煮熟爆干的无精子粉末，据说能让人获得夜视能力。2. 交通手段的跨越、乘巧与飞车猜想，这一部分是全篇最令人心潮澎湃的科幻构想。葛洪不仅想让身体走得稳，更想让身体飞得高。乘巧，远行疾走术。乘巧分为龙巧、虎巧和碌噜巧3种等级，通过特定的符咒和经思，也就是意念控制，如果昼夜不间断的思考，也就是冥想，1天1夜可以行进12000里。飞车与太清物理观察。构造描述，葛洪提到了用枣心木制作飞车，并利用牛皮结环带动某种机关来实现飞行。高度与大气压，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理论，当飞行高度达到40里时，就进入了太清境界。罡气生力说，他观察到鹰隼在高空只需舒展双翅而不必扇动就能前进，是因为高处的罡气极其强劲，能托举住飞行的重量。这种对高空大气密度的观察和空气动力学的原始思考，领先了西方许多个世纪。在古代，瘟疫和未知的吉凶往往是人类最恐惧的敌人。葛洪在篇末给出了一套综合性的心理与生物防御方案。1. 预知未来的明镜系统。葛洪认为，真正的神人不需要到处算命，而是不出帷幕而见天下，明镜观神。修行者使用9寸以上的明镜自照，通过长时间的存思，可以在镜中见到神灵，并以此知晓千里之外即将发生的事。老君真形图，他详细描述了太上老君的真形，身长9尺，黄色，鸟嘴，长耳，额口有3条纵纹，脚底刻有八卦。这种视觉化的冥想被认为能让人心如日月，无事不知。2. 瘟疫防御，存思与药物的结合。面对万人于一的大规模瘟疫，葛洪记录了极为细致的免疫法、五欲存思、色彩疗法。想象自己的身体随着4季变换颜色，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，并想象心脏如一团烈火在燃烧，以此来抵御外邪侵袭。七星照头，想象北斗七星中的魁星覆盖在头顶，罡星指向前方，五脏之气化作5色晕雾环绕全身。这种高度的精神集中法旨在提高人体的免疫应激能力。药物盾牌，他列举了摄鬼丸、赤车使者丸与徐长情散等一系列具有驱避病原作用的药物。杂印篇不仅仅是一堆方术的堆砌，它反映了葛洪极其宝贵的实证主义精神和工具理性的萌芽。生存为先，长生为后。葛洪明白，如果解决不了饥饿、战乱、疾病和恶劣气候，所谓的长生就是空中楼阁。不迷信，只求验。无论是断骨还是飞车，葛洪总是强调失言、见之或有验。他鼓励人们去试验这些方法，而不是盲目崇拜。
对生命的优化视角。他将人体视为一个可以不断升级的系统，通过饮食调节、断骨、环境适应、不寒暑、技术辅助、飞车，人类完全可以突破现有的生理极限。文中某些符咒和神秘主义示意色彩，在今天看来缺乏科学依据，但葛洪在杂印中展示的那种探索未知的勇气和保护生命的智慧，依然值得我们后人肃然起敬。他是一个站在古代科学和缓象交汇点的孤独极客，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关于生存与超越的古代档案。感谢您的聆听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内容，请点赞关注，谢谢。这里是盗物阅览，我们一起深度拆解古为今用的智慧。